天秤天蝎座6月开始情感方向解析。我们天秤这一次真的是非常幸运啊，因为天秤这次遇到的这个人呢，不管是从能力上还是说外在条件上，都是非常优秀的啊。甚至会说，我们天秤光遇见这个人啊，就可能花光了所有的运气了。感觉你们两人之间的这种默契度啊，是非常高的啊，就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那我们天秤本身呢，也是对这段感情非常投入的，会觉得说呢，对方就是自己想要那个对的人啊，是想要跟对方长长久久的发展下去的啊。所以说，我们天秤呢也是非常愿意为了对方去付出的啊，也是在尽自己所有的一个最大的可能啊，去照顾对方的一个情绪。那我觉得其实天秤的伴侣啊，也是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些的，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天秤的爱啊。那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天秤近期的一个感情发展状况。好，那这边首先最先出现的是一张这个圣杯8的一个正位啊，会觉得说我们天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你们的状态啊可能不会特别好啊，甚至说我们会对这个人还是比较失望的。那么从这个牌面上来看呢那8号圣杯之间它是有空缺的啊，那可能我们天秤对于现在的感情状态也不是非常的满意，可能就会觉得说双方的态度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或者说对方真的有在做什么伤害到了我们天秤的事情，所以说天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呢，就会陷入这种纠结或者说困惑之中。可是啊，到底是我们天秤跟对方之间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往后看。好，那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圣杯2的一个正位啊。那我们天秤这边出现这张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天秤对于这个人啊，真的是难以放下，甚至说他根本没有办法不去想他的这样一个程度啊。因为圣杯2它是一个典型的小恋人牌，就其实我们天秤跟对方之间的感情是很让人看好的，你们两人之间呢还是挺有未来的。只不过从圣杯手牌到圣杯2的话呢，我会觉得说我们天秤的心情也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可能我们天秤一开始把对方想得过于美好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天秤就可能对这段感情它是有个很高的期待值的，但是在慢慢的相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对方其实跟自己想象的还是有点差距的，甚至会觉得说有一点点的不安定的感觉啊。那走到后面这张宝剑7的时候呢，其实也就说明我们的天秤确实是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安全感，还可能呢会觉得说这段感情里面是充满了一个危机啊，会很害怕对方的目光停留在了别人的身上啊，甚至呢会觉得说对方他是被别人抢走的，那可能有的时候呢会感觉对方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视自己，所以说我们的天秤可能就会非常的敏感，甚至呢是有些患得患失了那对方这边到底怎么想的呢？我们继续往后看。好，这边出现的是一张圣杯骑士的一个正位啊，那真的我觉得有在于说我们天秤其实没有看错人啊，对方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啊，那么同时呢对方对我们天秤也是用了真心的，是真的非常疼爱我们天秤的但是他也会觉得我们的天秤现在的情绪其实有一点点的反复无常，那么经常是让他有点捉摸不透的感觉所以说他可能呢会觉得我们天秤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比较消耗他的，那么再转到后面的星币3的一个正位来看呢，就会觉得对方的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方呢应该也是比较舍得花钱的人舍得为我们这个天秤付出的人但是3这个数字呢其实也暗示着我们天秤这段感情还是有那么点复杂的，很可能呢你们是多角关系很可能就对方已经有家庭的状态或者说现在他还在跟别人纠缠所以说呢也会给我们天秤造成困扰，毕竟天秤对自己的感情还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说我们可能就会有点不太接受得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会希望自己的感情是纯粹的，是1对1的所以说我们天秤可能就会感觉非常的苦恼那不知道要怎么跟对方去相处下去了。但是呢那其实我感觉到你们双方之间还是有一些的误会的，很有可能呢就是真正的问题它并不是很严重，那么希望我们天秤也是能够再考察一下对方，好不好？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好，出现的是一张这个宝剑6的一个正位那我会觉得即便我们天秤已经很痛苦了，但是还是不想跟对方分开，因为宝剑6它其实是一个通道这是我们通往幸福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其实我们天秤呢也是真的非常深爱着对方甚至呢是愿意为了对方去打破自己之前的一个原则会觉得哪怕我们天秤真的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想要去放弃了，觉得自己呢可能已经非常的痛苦了，那想要快点从这段痛苦当中脱离出来，但是呢我们心底还是期望着对方，期待着对方，我们呢会希望对方能够主动一点给我们一个更多的力量，或者说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那后面这张权杖2出现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明我们天秤呢其实还会默默的等待对方可能呢碍于面子的天秤不会表现的特别明显，也许呢从表面上来看天秤是比较冷静的
但是呢，我们天秤的内心啊，还是比较煎熬、比较波澜起伏的啊，还是很挣扎的，就感觉你们双方之间呢，也是在互相拉扯，可能呢，就是会出现一些冷战的局面。那么再来看看后面一张宝剑九啊，那宝剑九的话，其实痛苦的感觉啊是更加强烈了，甚至感觉说你们两人会经历一个断联的状态啊，就是我们天秤真的已经心力交瘁了啊，但对方还是没有给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回应，或者说想要的一个态度。那其实呢，现在就会觉得说我们天秤在这段感情当中有点被动啊，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啊太在意这个人了，所以说我们是愿意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啊，我们天秤宝宝应该爱人先爱自己啊，哪怕说对方对我们再重要，也不要因为啊他就把自己的一个生活搞得翻天覆地了。来，我们继续往后看。好，下面出现的是一张愚人牌的正位啊，那么我会觉得对方已经感到非常心累了，因为对方其实他还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啊，所以说哪怕他也非常的在意我们天秤，但是他觉得已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天秤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样的状态是不对的啊，是让他非常难受的，所以说呢，他可能想去做一些一个切割。那么大概率呢是觉得说，既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那我们不如就算了吧啊，不要让两个人继续痛苦下去了。那其实呢，我会觉得说他还是想要让两个人的关系啊有所缓和的，但是可能呢就是说现在也是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啊去缓和，所以说整个人的状态呢应该也是非常低迷的。来看后面这张宝剑骑士啊，那么宝剑骑士也会觉得说他这个人是比较两面派的，甚至说对方呢可能是非常绝情的那一类啊，他在爱我们天秤的时候呢也是全心全意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的，有热度的啊，但是呢一旦他决定了啊真的要离开的话，也会非常的果断的啊，甚至说是真的发展到那个地步的话呢，我们天秤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挽回的。紧接着啊最后一张星币六出现的时候呢，也是星币土元素嘛，现实因素会比较多一点啊，对方可能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或者说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那么他其实空余的时间并没有特别多，可能他平时就是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啊，所以说他不会让自己长时间的沉浸在这个消极的情绪当中，他可能就是很快的就转移注意力啊，可以就是不过分的关注我们天秤的一举一动，但是给我们天秤的感觉呢，就是这个人啊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好像从来都没有用过心一样等等啊。那么因为我们天秤是真的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或者说全部甚至，那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对方同样的对待啊，但是从整体盘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天秤的希望可能还是要落空啊。那么综合整体盘面来看的话呢，会觉得说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没有特别的严重，大概率其实就是心态和想法上造成的一个差距啊，然后导致了你们两个的一个矛盾。那我会比较建议我们天秤宝宝不要过于冲动，毕竟吵架中的这个感情中的吵架和冷战，很像我们钉在木板上的钉子啊，哪怕说最后会拔出来，你也会留下痕迹，留下一个洞啊。那我们天秤宝宝还是要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啊，我们可以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依靠，但是不要把它当成我们的全世界啊，或者说我们活着的全部意义了啊。那我们天秤宝宝的伴侣呢，如果说你是想要化解矛盾的啊，那我觉得话也不能把什么话都憋在心里啊，毕竟有效的沟通才能够有效的解决咱们的冲突。那其实就我的经验来说呢，真的没有什么人啊会在感情当中一帆风顺的，每一段感情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就好像这个蝴蝶一样啊，熬过那个阶段就会绚烂无比。那好，以上就是我们天秤近期的一段感情复合情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天蝎真的好难啊，一张节制牌真的是太难过了啊，控制不住的难过。天蝎宝宝真的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情绪波动啊，不要一点点的细节呢就去联想到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爱我们了啊。那么其实我也看到天蝎宝宝就是也想逃啊，只是最近在克制自己啊，太不对劲了，就是似乎天蝎一直都在等待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的这个使者啊，就他正在把杯子当中象征感情的水元素倒进另一个杯子里。那感觉呢，就是咱们的天蝎啊，可能是真的经历了一些让我们伤心的事情啊，所以说现在也是需要调理好自己的一个内心节奏，甚至会控制住自己的一个感情表达啊。那么或者说呢，我觉得我们的天蝎宝宝啊，已经开始在制止自己对对方付出了，但其实天蝎啊，真的不怕付出，甚至呢也不需要你去回报。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啊，让天蝎为什么处于这么被动的一个状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天蝎真的是疯掉了啊！就是不爱的时候啊，我们是王者啊；一旦爱上了，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弱者，感觉得到了啊。我们天蝎好不容易遇到了喜欢的人啊，那么只想要在对方身上去付出自己全部的爱啊。说的浮夸一点，我们说天蝎啊，希望和对方爱情是那种一生一世一双人的那种美好故事，但是呢，现实真的也是比较残忍啊。那么这张宝剑二呢，也是代表着我们天蝎现在正在面临着可能要去做一个选择，就必须要去做一个取舍。虽然说呢，我们觉得对方可能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啊，甚至说会
根本想象不到自己没有对方之后这个生活会怎么过啊。但是我们天蝎也会想说，现在的这种状态呢，对自己的一个消耗实在是太大了，就好像让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力起来一样，感觉呢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生活了。所以说，我们天蝎呢可能就会在衡量这段感情到底该不该继续到底会不会改变，或者说呢，我们会开始去权衡利弊对方的一个条件会在乎说这个人他到底能不能给我们天蝎未来。那么后面这张星币3出现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我们天蝎身边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追求者存在3号数字牌会存在其他的一个选择。那么天蝎对于心里的那个人呢，当然还是会有期待的只是说肯定是有了不满才会开始去计较，或者说开始想要去转移自己的一个感情，但是呢依然还是对对方有所期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这边，那对方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圣杯9的一个正位那其实就是代表说这段关系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公开的是不被家里人所支持的，就感觉你们两人现在也是存在的一种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甚至说呢可能你们现在就是一段地下情。然后后面这张圣杯国王出现逆位的时候呢，也是代表说我们天蝎爱的这个人呢他的心里面是有我们的也是真的为天蝎也付出了很多的感情的，但他现在非常情绪化所以说这个人显然是说就是有点忽冷忽热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天蝎呢就会在这段不稳定的一个感情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患得患失但是呢还是对对方充满了一个期待，那么希望对方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温暖，或者说给自己一些爱意。那么只是说我们天蝎心里面还是非常的纠结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去继续这段感情。因为其实这段感情可能它是遭到了来自家庭的一些阻碍的那包括在物质基础这一方面的话，那也是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在的。但是我们天蝎也是知道认为对方还是爱着自己的，所以说还是期待着对方可以来找自己。那我感觉我们的天蝎呢就是一种被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对方这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圣杯8的一个正位说明对方这个人他确实太情绪化了，他没有能够满足我们天蝎的期待不能给我们天蝎一些承诺所以说我们天蝎会非常伤心，会非常失望嘛。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这个人的身影就是说看的就是会有一种伤心泄气的一个感觉。那8个圣杯飘在空中没有着落，我们天蝎可能也就是那我们天蝎可能也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非常的迷茫也很惆怅，不知道自己跟对方的归宿到底在哪里那么在走到后面这张宝剑10的时候呢，其实也就印证着我们天蝎是真的伤心了，也是准备让自己下定决心了不管是好是坏，都想要去做一个切割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张战车牌也就是说明我们天蝎也开始想要让自己快乐了，甚至说想让自己去跟其他人去多做一些接触。虽然说呢我们天蝎会想要去放下这段感情，但是依然还是会留了一线机会给到对方希望对方呢能够主动来找我们天蝎来挽回这段关系。那么毕竟呢其实我也能够感觉到我们天蝎还是深爱着对方的。那对方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边呢，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太阳牌的逆位那么其实说明对方他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些问题的，他不能够给我们天蝎一个满意的答案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够强大的状态他可能他的事业或者说工作还不是非常的成功，他没有这样一个自信和底气说我一定能够给天蝎幸福所以说其实面对目前的一个局势的话那我能感觉到就是他是比较情绪化的。而且他现在是有一种这个逃避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心理流的，那么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就会觉得说太难解决自己承受不住的话呢，就会想要去逃跑。然后后面这张世界牌出现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种憧憬感在的，就感觉他是在期待着和我们天蝎的关系，他可能呢是希望两个人是心意相通的这样一种感觉彼此可能可以携手朝着一个方向去发展去努力。但是可能我们天蝎对他的期待太高了，然后家庭方面的阻碍呢又太大了那么这个人他可能就感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非常多的一个压力所以说他对我们天蝎也是有很多的抱怨的。那么在他想不到对策的情况之下，他就只想从这段关系里面脱离出来从这个困境当中逃跑。那么最后这张圣杯5逆位的时候呢，也就说明他现在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或者说是懦弱的就是感觉自己在天蝎这里得不到认可所以说这个人呢，我觉得会比较的想要回避，可能在短时间内呢，你们两个人之间也是很难有进一步的突破。但是如果其中有一方你们是愿意有所改变的话，也许你们两人关系也是可以快速升温的，只不过呢，它真的需要一个时间或者说一个契机。那么其实结合整体牌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天蝎在这段感情里面是付出了很多的也承受了很多，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天蝎是在做无用功只不过还是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吧。也就是说其实我还是很看好这段感情的。
毕竟嘛，两人也都是足够真诚，而且双方之间的这个感情呢也是很深的啊。但是确实啊，这个目前遇到的这个阻碍，你们两个人还没有能力去解决掉，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停滞不前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也是想和我们的天蝎宝宝说一句啊，有的时候呢不要太心急，我们一定要在感情当中保持理智啊和智慧，不要因为眼下的一个困难就全盘否定了，可以适当的给对方多一些时间。那么对方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和天蝎在一起，就不要左右摇摆啊，自己态度一定是要坚定的。那么其实我也见过那么多感情啊，只要两个人你们态度坚决的，那么过程越艰辛的感情反而越长久越甜。所以说我们天蝎要有信心，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给的认可啊不要吝啬。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天蝎近期的一个感情发展状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